延续上集内容，今天我们继续聊胃癌。预防胃癌要从调整饮食开始，避免病从口入。胃癌病患该多吃些什么？有哪些食物要忌口？手术后如何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西医和营养师如何联手对抗胃癌？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很开心可以再次见到我们的肿瘤内科专科医生黄醒荣先生。是的，那么当然还有香萍，还有林轩，欢迎欢迎。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还是想要问一下你们啦。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爱吃肉，然后不吃菜，会不会罹患上这个胃癌的这个风险？啊，你们还记得是什么？菜里面有什么纤维之类的，对不对？维他命 C 啊，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呢。黄医生，你来揭晓答案一下哈。对，是蔬果里头的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因为维生素 C 呢，它有这个抗氧化的这个功能，能够减少胃里头的这个硝酸盐转变成亚硝酸盐，那个是致癌的物质。胃癌它的分期是怎么分？如果你把那个原胃癌也算进去的话，就有5个分期。原胃癌是所谓的零期了。那些癌细胞还处在胃的黏膜最里面的那一层那个部位，这个是原胃癌，治愈率非常高。那如果是第1期的话，就是它浸润到那个黏膜下层，不过还没有转移，所以0期、1期属于初期，外科手术切除后可能就没事了。2期到3期就属于中期。它很多时候已经浸润到肌肉层，而且也转移到周边的淋巴结。第4期呢，就是它完全透过了外层那个浆膜，已经浸润到旁边的其他的内脏，或者通过血液的循环，已经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第4期就属于进展期。轮到我来考你们。哎呦，哇 ！OK 啦，请注意了，第1题，请听清楚啦。吃隔夜菜会增加患上胃癌的风险，真还是假？这个送分题，亚硝酸盐呢？菜放久了会有亚硝酸盐的产生。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煮完菜之后，尽量在2小时之内吃完。把它吃完。对。OK。我的理解是，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有些时候真的吃不完，一定要放隔夜。但是有一个是千万不要放隔夜，就是比如蔬菜。好，一起拿分。黄医生，真还是假？真的有这个风险。哇，恭喜恭喜！蔬菜里头呢，真的有天然的硝酸盐。当然不是全部的蔬菜的这个硝酸盐的含量都是一样的，一般是绿叶菜含量比较高。我们一旦把蔬菜给煮熟了过后，它天然的酶素就破坏了。但是在食物里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微生物，就是细菌。这些细菌有能力将硝酸盐转变成亚硝酸盐。所以尤其是在室温，这些细菌就特别活跃。所以如果必须吃隔夜菜的话，在第一时间就要把它冷藏。冷藏的时候，那个温度要低过摄氏4度，那储藏的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那你再加热再吃的话，风险不高。OK， 第2题，蔬菜在烹煮之前呢，浸泡在水里面，能够降低患上胃癌的风险，真还是假？青菜吗？青菜类吗？我不知道真假，可是我会把它浸泡，会浸泡就能够降低。我也是患上胃癌。我是假，因为我觉得你只是洗的比较干净还是什么。但是我煮菜我有一个方法是，我是会拿去过水，我会穿烫，先穿烫啦。对，我觉得穿烫反而应该比较有效杀菌。来，医生，真还是假？是真的。因为蔬菜里头，刚才我们提到有天然的硝酸盐，所以在浸泡的这个过程，有部分的硝酸盐会流到水中，所以这减低蔬菜里头的硝酸盐。第3题，请听清楚了哈，烘烤代替油炸，能降低患上胃癌的风险，真还是假？有些东西烤会比较健康过油炸，对。OK， 那没有，所以我应该是真吧？觉得是真的，真的。我觉得不会耶，因为烤的食物很容易致癌啊。来，医生，真还是假？李腾答对了。谦虚点。油炸或者烘焙都是高温，
如果高过120摄氏度的话呢，就会促使食物里头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会有一些化学的转变，对，会形成一些致癌的一些物质。第4题来了，常服用阿司匹林类的止痛药会导致胃炎或胃溃疡，长期还可能导致胃癌，真还是假？我觉得是真啊。OK， 我的逻辑是这样，一般上如果会造成胃炎、胃溃疡的药，它会配一些保护胃的一起吃。OK， 但是我印象中止痛药阿司匹林是可以直接吃的。我觉得应该比较不会导致胃炎、胃溃疡，所以是假。我觉得是假。我逻辑是，如果这个是假的话，编导就不会把它放进这个节目里面。哦，是。我觉得他就是要通过这个题目告诉我们，这是我的逻辑。预判他的预判。对。我觉得我想法就是，因为大家都说不要一直太依赖药嘛。如果的话，可以靠我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来，就是或其他方面的帮助。来，医生，正确的答案真还是假？假的。是他的解释是完全不对的，对不对？他的解释是不对的。对，阿司匹林这些止痛药的药物呢，的确会导致急性胃炎和胃溃患，但它和胃癌的关系是反关系。换句话说，他服这个药其实会减低患胃癌的这个风险。真的假的？它是怎么能够止痛呢？消炎。所以如果能够消炎的话，就能够克制幽门螺旋杆菌所带来的慢性炎症。OK， 好了，所以很明显的李腾3题，好，然后这个湘平还有林轩呢是各得2分，是也相当不错啦。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比较难。我自己很爱吃那些 sashimi 这些东西，生鱼片这些，会增加患上胃癌的风险。到目前没有数据显示这个食物生吃会导致胃癌。那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蔬菜如果是生吃的话，其实对降低胃癌风险的功效更好。只要它够新鲜，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大。对，像我，比如说因为我常煮饭嘛，然后呢，有时候比如说我会招待一些朋友们过来，然后我要准备很多食材，我会把那些食材先切好，然后准备好备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我要下厨的时候再拿出来，这样是 OK 的吗？你拿出来是隔天？对，隔天再拿出来，它放隔夜会有。好的，你准备的时候那些蔬菜，你切成大段或者大块储藏应该是 OK 的。还没有煮熟的，不要把它给剁碎，不要先把它弄成菜泥，因为你破坏这个蔬菜细胞的正常组织的话，就会让它里头天然的硝酸盐和它的霉素混杂在一起。OK， 那就会导致亚硝酸盐的那个形成。所以如果真的要菜泥的话，你可以当时做成菜泥就立马把它给煮了。OK， 因为一煮的话呢，高温就会把这个霉素给毁了。或者你煮熟了过后才弄成菜泥。好，欢迎回来啊！当然也要欢迎营养师哦，是王强顺博士。欢迎。那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胃癌呢，会给病患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胃癌患者一般胃部都会有肿瘤嘛，所以他们的神经组织就会受到破坏，这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食欲，他们就有这个热量摄取不足、营养摄取不足，甚至是水分摄取不足的问题。体重会明显的下降，然后身体会很快的虚弱。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每天的水喝的够不够？因为你刚刚说如果有胃癌的话，会影响水分的摄取嘛？是。很简单，就是透过观察我们尿液的颜色，有足够水分摄取的尿液比较属于是浅黄或者甚至是透明的。OK， 如果是水分摄取不足呢，就会是黄色，甚至是深黄色的。建议每天喝多少水？对，我们建议至少要2公升。哇，至少。这2公升呢，不是说一下子喝到完，只是一天呐，24小时。对啊，对。有一些人就是他也喝水，他是一面吃一面喝水。我是这样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水会很干，很难去下咽。吃饭喝水，水就跟饭菜混在一起，所以这个会影响消化。所以一般建议要喝水呢，就是那2公升是分开来喝，特别是在2餐之间。那针对这个胃癌的病患呢，饮食上要怎么调整？
首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食欲降低的问题，所以因为他们有这个胃部的功能受损，所以他们的食欲会改变，他们会常常觉得很快就饱，所以就是要给他们少量多餐。食物方面呢，就是要比较软的，甚至是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食物。然后另外就是要提高能量的摄取，因为他们能量摄取不足，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是体重会下降，所以要摄取比较高能量、高蛋白的食物。胃癌患者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蛋白质摄取量，他们的需求量增加，是他们要增加他们蛋白质来针对他们的肌肉流失，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代谢的改变，所以在免疫功能方面，蛋白质也非常重要。所以哪些食物是有优质蛋白质？高蛋白质是常见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包括鸡蛋、瘦肉、鱼类、乳制品、豆腐、坚果。或者其他的豆类，像鹰嘴豆啦，都是非常丰富的蛋白质来源。这些天然的食材都有非常好的促进免疫功能的这个成分。那哪一些高热量食物是比较适合这个胃癌患者的？首要考量就是要选择就是比较容易消化的。举个例子，就像米粥、面条、米粉，而且是要煮得比较软的。一般上像糙米是很健康的，但是这个对于胃癌患者是不太适合，不容易消化，不容易消化。胃癌患者是需要脂肪，因为脂肪同时也可以提供能量，所以是属于比较高热量的食物。而这些优质的脂肪，就像坚果种子类，可以把它们打成这个奶昔，然后呢就比较容易消化。那肉类呢？肉类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富含优质脂肪的，像鱼类特别是深海鱼。这些深海鱼就是富含优质的脂肪酸。这些脂肪酸不单是就是提供能量，还可以抗发炎、抗氧化。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患者吃东西更有食欲呢？吃东西要色香味齐全，他们已经没有食欲了，对，所以我们准备的就要更美味，所以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就是增加味道的食材，而且呢摆盘就是摆到更吸引他，对，摆盘也很重要了，对，我们就不要勉强他们进食，只要他们能够摄取到足够的这个热量跟营养，就非常好了。家人跟朋友的支持很重要，对，就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就摄取到了那些营养。运动可以帮助到他们的食欲吗？是，但是要选择性的，就是在餐前不要做激烈的运动。当然，不会叫他去跑5公里，就轻度的，比如说是散步，或者是做一些伸展运动。对，OK。这个胃癌的患者在饮食上有什么禁忌需要注意？是不能吃的，主要就是避免吃刺激肠胃的食物，比如说是辛辣的食物，还有就是含咖啡因的饮料，是像咖啡啦、汽水啦，罐装饮料这些，特别是一些能量饮料，还有就是避免喝酒。那今天营养师要带给我们的这个食疗是叫做什么？高营养燕麦粥。OK， 有哪一些食材？我放了这个燕麦、黑豆奶粉，这个是牛油果，香蕉，椰枣，还有就是蓝莓。OK， 燕麦来说呢，它含有丰富的纤维，然后另外它是容易吞咽嘛。黑豆奶粉呢？黑豆奶粉提供优质的蛋白质。这个的吃法是怎么样？把燕麦放在小碗，就是1份，然后呢就把佐料加进去，可以先加牛油果跟香蕉。所以牛油果、香蕉和蓝莓还有那个椰枣是没有拿去煮的。没有煮的，这些煮了它就会氧化，那么它就失去它的那个抗氧化的功能。它是取代正餐吃吗？它可以就是当做早餐或者是甜点。水果方面呢，我可以自己选择搭配嘛？比如我喜欢吃草莓，可以替换其中一样。当然可以啊，但是在口味方面就要有所选择。我为什么选蓝莓还有椰枣？因为这些是会给我们的燕麦添加那个甜味。这个小朋友吃也很适合，对吗？一般保健，成人小孩都可以吃。对啊。热量来说呢，热量算是低热量，它属于是中等热量，因为燕麦是有碳水化合物，所以它会提供能量。然后椰枣它是一种天然的糖分的来源，所以加进去它会更美味。而且椰枣含有就是比较高的钾，钾是一种矿物质，控制血压啦、神经啦都很有帮助。牛油果呢，它是含有优质的脂肪，会提供能量。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设计这一餐是给胃癌患者，因为他们需要高能量嘛。对，而且我觉得它吃下去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比较浓稠、粘稠的口感，还蛮顺滑的，而且看似简单哦，其实营养一点不缺乏。我觉得只要有蓝莓呢、香蕉跟牛油果，我就很 OK 了，因为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对。那关于这个癌症，其实坊间有很多的说法，说用吃可以预防甚至治疗对。那今天刚好我们营养师还有医生都在可以两位来问一些问题来求证一下。我自己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坊间传闻啦，对，喝红酒可以预防胃癌的发生，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酒精的摄取，如果是过量的话呢，是会提升胃癌的风险。OK， 是假的啦。但不同的酒精类呢，其实是有区别的。对，所以在以前呢，就有中美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他们发现酒精的确会提升胃癌的风险。从啤酒的摄取量和烈酒的摄取量，他们看出这种正面的关系。那不过这个葡萄酒呢，就没看出这个关系。还有另外一项研究呢，是源自丹麦。他们做了一项研究，就是葡萄酒的摄取量和胃癌的风险，它是负关系的。换句话说，喝了葡萄酒，胃癌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我们是相信可能是在葡萄皮里头的一些物质，叫 resveratrol 白藜芦醇的这种物质，可能是这种物质降低胃癌的风险。那我每天喝多少比较合适？如果是男士的话，每一周不要超出14个单位，每个单位就是一杯红酒。女士就不一样哦。对，女士每周她的顶线是7个单位，就是每天只许平均一个单位哦。营养师，比如说 superfood right， 它有一些所谓的超能力，那我们吃多了对我们身体有益吗？他们真的可以抗癌吗？之所以很多人叫超级食物，就是因为里面含有一些抗氧化剂或者一些特别的植物化学素，比如说是蓝莓啦，蓝莓就有那个 anthocyanin 是非常好的抗发炎，而且是抗氧化的成分，但是就不能太过偏重，不能说因为这个东西好，所以我就大量的吃，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它就取代一个正常的均衡的饮食。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用蔬果汁来取代正餐嘛，是，所以变成说，因为蔬果汁它的热量也不太高都是纤维啦，这些植物化学素都很好，但是我们身体还是需要热量，还是需要比如说蛋白质啊或者其他的矿物质营养素，所以不能偏重，而且要就是回到均衡的饮食。那我们要怎么吃？就是吃多少呢？新加坡保健促进局是1天就是2份的水果嘛，所以比如说准备早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蓝莓啦，或者所谓的那些超级的食物加进去你早餐的那一份的食物，或者当做是下午茶，就不是一份完整的一份的正餐来吃。是。那么从这个饮食这方面的角度来看呢，是要如何预防这个胃癌？首先就是要保持均衡的饮食，就是摄取各种颜色的新鲜蔬菜还有水果，因为这些水果就是含有很高的抗氧化剂，还有植物营养素，盐分还有腌制食物的摄取也要控制，然后避免食用过多的这个红肉或者加工肉类，含糖的饮料。这些都要限制，还有呢就是限制酒精的摄取，过量的酒精是已经被证实是跟这个胃癌有关系。是想要请教一下医生，就是抗氧化剂跟这个植物营养素其实到底是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为何我们觉得蔬果对胃癌的风险有降低的作用呢？就是我们相信它们里头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是一种抗氧化的一种物质，抗氧化剂能够防止硝酸盐化为亚硝酸盐，那是致癌的。足够的这个纤维摄取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够单单说只是服这种保健品，对，补充剂这是不足够的，需要有足够的这个纤维的摄取。那有哪一些蔬菜水果呢是含有这个抗氧化剂还有植物营养素？
抗氧化剂都是植物一般都会产生的，因为如果你观察大自然来说，植物是长期暴晒在就是太阳底下，是，所以植物就产生这些抗氧化剂，还有这些植物化学素来自我保护。而刚好这些富含抗氧化剂的水果啦，或者是甚至是叶类，都是比较颜色鲜艳的。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说，我们就是可以透过摄取就不同颜色的5颜6色的就是蔬菜水果，就苹果啊、橙啊、柠檬也算水果吗？蓝莓啊，也算对，蓝莓之类、葡萄之类的。OK， 香蕉算吗？香蕉可以算啊。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哦，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很爱吃香蕉，可是我发现我一吃香蕉我就很容易胀气。OK，所以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容易胀气呢 ？OK， 香蕉里面它有一些果糖。所以果糖进到我们的肠胃呢，会被这些的良菌或者甚至有害菌来发酵，所以这个发酵的过程就会有气体的产生。所以如果是你有这种问题呢，就是可以少量的吃，然后可以选择就是比较多样化的水果，就不要偏重于某一种水果、某一种颜色了。是每一种都要摄取到。那我想问，万果之王榴莲，对，会不会让胃癌的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还是因为它热量很高？对，它热量很高。胃癌患者是可以吃榴莲，但是要适量，适可而止。对。那最后医生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关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胃癌饮食这一块？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腌制食物不要碰，高盐的食物不要碰，这些加工食物很多时候防腐剂就是硝酸盐。OK， 也少碰，多吃蔬果。是，那这2期我们真的是很深入了解这个胃癌还有一个重点，这个隔夜菜真的要少吃。是的，看了我们这2集的这个有关胃癌的，希望大家可以觉醒，好不好？不要整天胃不舒服就说我胃不好，去做身体检查，因为预防胜于治疗。是，在这边要谢谢我们的黄医生，还有王博士，谢谢2位，还有谢谢香萍以及林轩。是的，那么希望大家呢下一期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